在前2期节目中，我们向大家分别讲述了与华为有着销售生活方式而非产品共性的未来，以及与华为辩论 AEB 最后输在现实扭曲力的小鹏。这2家新势力需要向华为学习的地方，一个是要掌握适合的尺度，重新获得潜在用户信任与尊重的，以用户为中心；一个是在面对舆论纷争时，需要按照封闭式和开放式的方式引导舆论，同时及时做出决策，重塑企业在用户心中的形象。那作为新势力班级里的尖子生的理想，还需要向华为这位老师学习什么呢？为什么全面学习华为的理想，却在 Mega 这个车型发布上遭遇了滑铁卢呢？理想到底从华为身上学到了什么？营销、销量、品牌印象，除了这些我们能看到的，还有哪一个至关重要的、最致命的点是我们忽略掉的呢？而这一点不光拯救了濒临破产的苹果，还让华为在企业、电子消费、汽车领域总能势如破竹。理想有没有和我们一样忽略掉这一关乎命运的重点呢？这是万字解析华为系列第4期节目，也是本系列最重要的一期。如果你现在也为团队破局、企业成长而烦恼的话，相信这一期视频可以为你提供绝佳的灵感，助你一臂之力。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为什么理想要全面学习华为。事情源于理想ONE在产品生命末期，华为问界推出了 M5、M7， 同样适用增程系统，更低的价格打了理想一个措手不及。就连理想本人都说，我们从来没遇到这么强的对手，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毫无还手之力。同时，华为的超强能力直接让理想ONE的销量崩盘，提前停产，1个季度就亏损了10几亿，团队都被打残了。在这种被动的局势下，理想决定向华为学习矩阵型组织结构。矩阵性组织结构给理想带来了空前的战斗力，但在理想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被寄予厚望的 Mega 却遭遇了比理想ONE更大的危机。其实外观造型引发的争议，车主提车时分享视频遭遇的2次恶意剪辑，销量未及预期，理想在社交媒体上的晋升，以及后来的内部性和组织架构改革，就像一场轰鸣的地震，引发整个理想的震动。那什么是矩阵型组织结构呢？这种结构好在什么地方？既然能让华为成就巅峰，为什么却没有让理想持续创造辉煌呢？为了解释这2个问题，我们以华为卫星通话功能为例，当然这里会涉及到非常多的保密内容，我们在介绍中也尽量在保证大家理解的同时，隐去一部分内容，一些数字也以举例为主，并不能作为具体参考。你认为有多少团队参与了华为卫星通话的研发呢？给你3秒钟思考，3、2、1，你的答案是什么呢？而真正的答案是，一共有70多个团队参与打造了华为卫星通话技术。这是否和你的答案不一样？比你想的少还是多呢？在这些团队中，你是否看到了卫星通话团队的名字呢？这又是哪个团队的负责人？团队中是否有来自硬件团队、鸿蒙团队、市场营销亦或者销售岗位的人呢？答案是没有。按照常理来说，一个重要功能的研发，公司往往会专门从各个组抽调人员，组成专门的团队来做。但华为的做法不同，他们不以团队为主，而是以项目为主，所以他们并不会有卫星通话团队，而是设立卫星通话项目，也即不指定一组人来做项目，而是集结不同项目中的专家，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共同完成卫星通话技术的研发。例如，设计团队负责卫星通话界面的美术及交互设计，用户按下按钮时，硬件团队和天线团队负责激活整个功能。同时，这2个团队还要通力合作，将天线和发射接收模块塞进机身里。鸿蒙团队负责将整个卫星通话功能整合进系统，而为了保证你通话隐私，华为信息安全团队也需要参与其中。甚至华为在整个项目研发中涉及到收购相关公司技术的时候，法务、财务团队也会介入。最后通过市场团队、营销团队的努力，让双卫星通信技术在发布会、广告片和官网中被用户看到、了解到。一线的销售人员向顾客展示这一功能，分享双卫星通信技术在顾客生活中起到的作用也至关重要。
什么华为不去设置一个专门的卫星通信团队呢？甚至华为都没有专门的 Mate 60团队。因为如果按照产品划分公司组织构架，你无法保证从各个团队抽调上来的人，他们的经验与专业知识是否足够丰富。一旦出现问题，需要更多解决方案或灵感的时候，就需要去别的团队寻求帮助，而大家各自为营，也无暇顾及你提出的需求。如果按照专业划分组织结构，遇到问题时提供解决方案和灵感的就不再以个人为单位，而是更大更可靠的团队。每个团队都会分享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和专业知识、经验，甚至团队中某个人会非常偏科，侧重一个专业中的一个细分分支，说不定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例如任正非在采访中所提到，那个不谈恋爱、不喜欢钱，就喜欢坐在电脑前敲敲打打的俄罗斯小伙子，10几年干什么不知道，之后突然告诉任正非自己把2G到3G 的技术突破了。如果以产品划分组织结构，这位不爱说话的小伙子可能就会被分到一个冷门的团队，在5G 技术研发遇到问题时，大家大概率也不会找到他。而正是以专业技术划分组织结构，帮助华为，也帮助这位小伙子能够专心研究自己专业领域，在公司需要技术突破时，才能贡献自己的研发成果。那对于华为而言，无论是企业级还是消费级产品的研发，难的从来不是突破技术壁垒，而是跨部门的高效协作。考验他们的是能否将全公司员工的深度专业和知识高效地应用到产品研发中。每个团队想法不同，就会产生更多碰撞。华为也从来不会逃避这种冲突，反而将这种碰撞视为一种挑战。例如天线团队会质疑硬件 ID 团队为什么不能单独在机身背部开一个槽放天线，那这种质疑对于天线团队来说是一种挑战。要不然就找出更新的技术来让这根天线不被用户察觉，实现美感，要不然就坚持不能单独开槽。那么天线团队就要接受这个挑战，采用更好的信号屏蔽技术，让蓝牙、通讯、WiFi 等信号不会互相干扰。无论哪种解决方案，只要最终落地，都是一种创新。这种高竞争的狼性创新氛围，虽然看上去每天都在制造矛盾、创造挑战，但却能够激发华为每一个员工不断追求卓越。这也让华为拥有了最宝贵的财富——高效团队。美国 NBA 传奇球员迈克尔·乔丹曾说：“天赋可以赢得游戏，但团队合作及智慧可以赢得冠军。”在公司组织中也是，单靠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团队的成功都无法走得长远。如果公司要持续运作下去，就需要让多个团队之间保持高效、紧密的合作。华为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绩，不光是因为营销好、渠道好，也是因为有足够的技术储备，有着可以快速消化先进技术的科学团队。他们之间紧密合作，在涉足一个陌生领域的时候，可以将这些技术融合起来，让市场营销团队把这些产品带给消费者。这正是矩阵式组织的优势，一位员工不再为某一个项目负责，而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深耕自己面前的技术。他可以同时为多个项目提供帮助，在其他部门需要他提供技术支持合作时，往往能够快速地提供一套专业的解决方案，也即让专业的人主导专业的事。那么华为是如何组建高效团队的呢？首先就是我们上面说的矩阵式组织，华为以项目为主导，将员工组成多个团队。其次，他们也经常召开宣誓大会，激起高昂的士气和精神，让员工保持充足的战斗力。同时，华为也经常在公开场合或者内部分享阶段性的胜利和成就。他们还会为团队制定一个目标，并强调成败在于团队而非个人，也即我们在第1期节目里所说的以整个团队论成功。而我们把目光放回理想，看上去理想似乎也是这么做的，尤其是每周每月的分享销量，确实不光给了用户信心，也给了员工充分的信心。理想本人也多次在公开场合和内部场合设定目标，要实现年交付量80万的目标。那为什么还是遭遇滑铁卢呢？就要说到另外一个华为的能力，沉着冷静地应对不确定环境。华为从创建开始就面临着思科的围剿，在智能手机市场也并不像小米一样首战告捷，即便是取得成绩后，也面临过闪存门、绿屏门等重大负面，之后更是在如日中天的时候遭遇美国制裁，直到现在仍在黑暗中前行。华为也并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也没有比别人更多的政策优势，
它所面临的远比理想更糟糕。那么华为是如何应对这种不明朗局面的呢？首先是从容处理风险以及不确定性。例如在遭受制裁的一段时间之后，任正非就公开接受采访，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心：华为是遭遇了困难，但华为仍旧能够活下去。其次是灵活的转变做事方式。例如在闪存门中，华为并没有解释自己这么做是对还是错，也并没有强调自己是舆论的受害者，而是给用户做出保证，强调一部手机的体验是否流畅，不是单纯由某个单一部件性能决定的。即便质疑还在，但却已经给购买华为 P10 的用户一个信心。最重要的，华为即便是遭遇制裁，芯片业务、手机业务几乎停摆的状态下，依旧不会因为这些糟糕的事情没有解决而止步不前，快速收紧国外业务，与高通展开合作，默默维持后台更新，在无法自己出面造车的前提下，与赛力斯等车企合作，在短时间内推出 M5、M7 车型，并快速迭代，实现魏小李在过去几年都无法企及的成绩。有效处理变化，能够灵活转变做事方式，即便在所获得的信息不完整，甚至遭遇封锁时，仍旧能够下定决心，快速采取行动，不会因为事情一直不被解决而踌躇不前，能够从容地处理风险和不确定性。这几点华为做到了，那如果没做到会怎么样呢？理想就是活生生的例子。那如果我们将时间回溯，就会发现，直到3月1日发布会结束，舆论都是朝向理想的多一点。但在3月1日之后，对于 Mega 销量的质疑就没有断过，就如同大家都在猜测遭受制裁的华为会如何应对时的场景一样，理想也被不明朗的环境所困扰。华为能够快速召开发布会回应质疑，建立信心，理想是如何做的呢？舆论场的常胜将军这一次竟然保持了沉默。而在3月1日之前，对于 Mega 造型质疑甚至抹黑，甚至在潜在车主评论区用诅咒的话语进行评价，同样的事情华为是怎么做的呢？2017年同样造谣华为手机会炸死人的博主被华为起诉到法院，虽然最后华为也仅仅是向法院申请了150元的诉讼费，并且持续24小时登载致歉声明向华为道歉，但这一震慑效果是有的。最重要的是向已经购买华为手机的用户传递一个信号，我们确实有和你在一起。这些言论伤害用户的时候，我们选择用法律的武器维护用户和我们的权益。在我们之前视频评论区，有很多朋友说华为有先天的民族情绪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有很多优秀的本土企业，被美国制裁的也不仅仅是华为一家。那为什么华为能够拥有这种优势呢？更多的时候是华为这种时刻与用户站在一起的行为，一步一步的与用户绑定，用户对华为的忠诚度也会进一步提高。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华为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情绪价值，就不要埋怨说怎么华为有泼天的流量，而我只能躲在角落。所以在有充足流量基础上的理想，在面对 Mega 的上市发布所遇到的负面上，并没有充足的预案。当然，这期视频主要围绕华为与理想 Mega 的问题出现在哪里，事情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失控，理想又该如何决定翻盘，我们会在下一期视频里面详细为大家讲述。这里我们需要告诉大家的是，屏幕前的你我在遇到被质疑、被否定，亦或者遇到生活职场中重大挫折的时候，需要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应对这些不明朗的局面呢？很简单，只需要掌握一个能力即可，确定轻重缓急。我们个人与一个庞大组织不同，像华为是有着完善的机构互相监督与督促，会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而我们个人往往会有拖延症，会让小事累计发展成严重问题，也有可能会在脑子比较乱的时候，对提出帮助的人说让我静一静，在面对错综复杂的事情上，会下意识地简化每一件事儿，从而忽略了关键问题所在。我们上面说的这些其实都是过度紧张导致的，而更常见也更可怕的是，我们完全无法确定轻重缓急，甚至无法拒绝别人，说不出不，没有时间表，觉得所有的事儿都一样重要，做事抓不住重点，更不知道对自己来说重要的是什么。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漫无目的的做无用功，不懂拒绝，高估自己的能力，3分钟热度，无法保持专注，选择困难，无法做出决策。所以在遇到问题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明确目标，知道困扰我们做出决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果无法确定哪些目标是重要的，就把它们列出来，把它们分成必须要完成的、重要的、
如果时间允许就可以完成的，以及无关紧要的。列出来之后，我们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前2个目标中。如果你还是犹豫不定，可以问问你周围的朋友，但前提一定是要告诉自己，我们不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观点去做，仅仅作为优化自己选择的参考。接着就可以开始着手去处理这些问题。你或许说，我需要很多设备才能去拍摄 vlog， 我需要很多时间才能把衣柜收拾好，我需要很多资料才能做好 PPT， 这些都并不是你解决问题的关键。你仔细回忆一下，生活中很多选择都是在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帮助前提下做出来的。不要试图做一个完美主义者，在重压之下，没有人总是正确的。如果你仍旧选择困难，不知道该用哪种方式来解决问题，那就将这些解决方案的优缺点全部写下来，看看它们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你需要为此所付出的成本如何。最重要的，不要拖延，拖延时间越久，留给你做出选择就越少，而往往你需要做出更多违背自己意愿的决定，才能尽量挽回损失。要记住，你今天付出少数代价，总比你明天付出更多代价要好。看到这里，我们再次回顾理想曾经的成功与现在所遭遇的滑铁卢。在面对负面舆论时，没有及时处理，累积成更大的负面口碑。高估 Mega 的各项优势足以应对不明朗局面。过度追求完美，无论是在产能、用户运营、市场营销以及销售交付部门的能力上，选择全部都要。看上去理想每个人都很忙，但却没有什么效果，无法在要毛利还是要市场、要口碑还是要破圈之间做出选择。说到这里，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些问题怎么和我们普通人遇到问题时一样呢？为什么华为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总有一种集团作战的感觉呢？导致这种个人色彩浓厚的原因，就要回到我们说华为能够组建高效团队这个能力上。组建高效团队最先要避免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这里我们就不多展开介绍其中的原因了。个人英雄主义或许在一定时刻能够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但公司的运营多数的时候还是需要团队来解决问题。在商讨重大决策时，展现个人英雄主义会让团队产生不信任感，无法聚焦目标。例如华为，虽然我们常见余承东在公开场合出面回应各种问题，但在多数情况下，华为仍旧将权力和职责划分给多个人和部门。在重大决策面前，余承东这位居功至伟的功臣也需要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要解决个人英雄主义，就要从我转换到我们，在保护个人英雄主义情绪的同时，强调团队的重要性。对于团队内部的顽固派保持耐心，告诉这些有情绪的人，你不必同意，但你一定要聆听我们的观点，建立共同的理想和思维模式，才能关注共同目标，优先次序的去解决问题。理想也看到了这些问题，在最近的新闻中，理想再次进化自己的矩阵式组织结构，也看到了他们为解决产品上市会遇到的潜在风险，优化上市节奏，专门设置 GTM 部门，也进一步按照产品功能区分团队，不再按照项目分组，让团队能够服务更多目标，更灵活、更高效。包括理想本人也在反思 Mega 所遇到的问题，这些都是一个成熟企业家和成熟企业的必经之路。任正非遇到的，雷军遇到的，理想的学费也不会少交。这是整个华为系列最后一期视频。首先，我们要感谢一直关注我们的朋友，也感谢看到这里的朋友。在整个系列过程中，我们收到了非常多的反馈，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我们也都虚心接受。万字解析系列的目的是想通过解析企业，来向大家展示他们成功所具备的能力，他们失败所带给我们的警示。所以，我们需要更加聚焦于几个点，也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我们无法面面俱到。在之后的视频里，我们也争取能够更加全面。下期视频，我们将目光再一次聚焦在理想身上。我们邀请了几十位理想 Mega 车主和媒体参与调研，分别从市场营销、发布会、销售、交付、售后环节来全面复盘 Mega 的问题。如果你同样关注理想，关注新能源汽车市场，或者想要了解这些风云变化背后错综复杂的逻辑与问题，那请一定关注我们的频道。我是欧呆，下期视频见。